Hello， 大家好，我是宋轶姐的闺蜜赵小棠。大家好，我是导演王小烈。大家好，我是他们的女婿蒋龙啊，他们角色的女婿蒋龙。大家好，各位微博的网友，大家好！现在开始开上台，好，欢迎来到再见李可乐的直播间。今天是一部非常温情治愈的电影，马上要首映了。然后我们今天也是集聚了非常豪华的家庭阵容，刚刚大家已经非常热烈的介绍了自己的角色关系。好了，我们打完招呼呢，我们先问问导演吧，王导，就是为什么想拍这样一部非常温情的电影？因为我们其实平时很多网友也会这样寄托，会想自己家里的猫猫狗狗会不会是可能自己的亲人以另外一种形式回来陪伴自己然后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电影。我以前拍过一个电视剧叫《神犬小七》，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想拍一个适合成年人的关于宠物的电影。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从从这个宠物和人的情感出发，然后涉及到了亲情爱，涉及到了和解和告别，所以这些主题呢，其实和成年人都息息相关。我觉得前面这三位看起来会比较有一家三口的感觉。绝对超级一家人。那他说演员们的关系已经非常的融洽哈，非常默契。那三位一家三口也聊聊吧，就是遇见彼此的一个感受。女儿先来吧，跟爸爸妈妈合作。我看那个妮儿姐的戏，我就特别喜欢她。然后跟他演戏，我就更是荣幸和开心，而且跟他演得很爽。我们俩在戏里吵架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是来真的，然后就给了我刺激，我也跟他来真的。就我们顶嘴一切，他所有的那个代入感哈，就特别能代入。而且我爸来剧组的时候就说，我们俩真的好像啊。他就是来的是真的，是吧？然后金哥也是，我也是看他那会儿的片子，我就觉得被帅炸了。然后现在他演我爸爸，刚开始有点说啊，我说金哥知道是我演女儿吗？他能接受吗？结果但是见到金哥以后，我觉得他好可爱，好活泼，就是给了我们所有戏里快乐的部分。因为我是条狗嘛。嗨。好，妈妈来说一说吧，这有这样的。对，我说我跟松韵在一起，他可能也有一点跟我就说我们这个戏，中间经历了那个地震和停电，我们中间停了10天，在这10天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在讨论剧本。他这个人也是，他有这点，我觉得我们俩特像，就是他一定要思想上通过，他才能演得出来。我们讲角色就从真开始嘛，其实他说我来真的，其实他这人也是。我说跟金哥这次也是让我们俩之前合作过，可是那一次合作可能我们都是去包括去相当于客串一个擦肩而过。这次我觉得就是说他演这样一个角色，其实他也是在反复的去跟我探讨这个剧本，包括其实最后给女儿送金这个想法也是他提出来的。当时我觉得他提出来之后，后来我们想了一下这个东西，觉得真的是挺好的，是吧？我们就说女儿是千金，等她嫁了之后，希望她在这个家里还有她的分量和她能做主的地方。所以这个其实一个电影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我就觉得他，而且我觉得他那么忙，就是吴京老师他那么忙，他能老是想这个人。你记得咱俩那个关于分别那场戏，他给了我 ABCD 四个演法，你知道吗？最后一个不是演法啊，不是四个方案啊，对，不是4个方案 ABCD， 最后来了个可能是 ABCDE 吧，最后其实最后这个根本不是 ABCD 里面的，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所以我们说这才可能有一些我们也想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东西，可能也都是我们大家彼此熟悉了之后才会有的东西。所以这次合作是真的是没有想到的一种开心。你看这嘴咧的跟4万似的。你看是不是一家人？看是不是一家人？该你说了，听说还说过你姐。你看我们那个，对，我刚拍完巨齿鲨就碰到一巨齿鲨。我觉得就开心嘛。
那个刚刚小烈导演碰到我们3个人之后，又会说：“哎呀，你们不愧是一家人，你们3个人要齐刷刷的都瘦了。”那我们拍李可乐的时候，我们齐刷刷的都是包子脸，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特别温馨的一个体验，一个感受。不一样的老婆，不一样的孩子，当然只是开个玩笑。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能够来和小烈导演拍这种宠物的这种电影，也学习一下他们是如何拍宠物，因为大家都是靠 CG， 好像又不是那么的现实。那他们是怎么完成的这些东西？我作为一个导演方面，也想跟着学习这些技巧。同时呢，这是一个因为。我得介绍一下，就是小烈导演，在我拍张二的时候，非洲部分的时候，一说请小烈导演来，义无反顾，二话不说就来了。结果在非洲让毒蜘蛛咬了，在浑身抽筋儿那种的，就是一个善良的人。然后，陈立志，一个善良的人，跟闫妮老师，我们在圈里都是习惯管他叫妮儿。跟妮儿合作，他也是一个善良的人，甚至很简单的人。这么一帮重感情的人在一起，又是一个非常有情感很浓厚的一个剧本。我觉得，不会，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我也不能老是打打杀杀，对吧？所以呢，感受一下这种温馨的这种创作，再加上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儿，得了这么一大闺女，捡了一个大便宜，过一把父亲的瘾，做一个女孩的爸爸，也是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各种的这种机缘巧合，包括还有一白跟他去探讨一下如何去拍摄爱情电影。所以各种各样的这种因素就水到渠成的就来到了这个剧组。来到这个剧组之后，觉得这么温馨的一个剧组，都是因为是一份爱聚到一起，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份获得，我还真的挺怀念的。所以一定要明天要再去一趟成都，因为他就那里拍摄的那段日子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而且我特别希望的那个是在成都，这个妮儿是把我的管给拔的，我希望他给我救回来，你知道吗？哎呀，他说的真的是，我还想说他们。您继续。我想说，刚才他说小烈导演，我真的是这个戏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因为小烈导演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创作的空间，包括那10天的一个探讨，而且在这期间，他让我看了他写的这个小说，我们这个电影也是有一个小说的底，所以我觉得。我记得我好像离开那个剧组的时候，可能我都没跟小烈导演说过，我们拍了一张，拍了让我最后走哈。结果我上车了之后，我那助理一直哭，说是你好像这个剧组也挺舍不得你的，觉得你们这个剧组有很多的情感。跟蒋龙，因为我这么老的人，我是看着他的戏那个什么开心。所以我那个时候看见他的时候，你知道，我真的他那个陪伴我的那个什么，我看他的喜剧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对他很熟悉，我一点都不陌生，所以我就是我们经常他也会，因为他也是演喜剧嘛，我也会经常我们俩会探讨一些关于喜剧的一些东西。还有小唐太好玩了，他你知道吗？我跟他在不熟悉的情况下，他能告诉我很多事情。虽然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八卦，不是，他最起码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你知道吗？你就像我们演员一般都是好像还有隐私或者什么，其实他从这点来讲，我就觉得，所以我跟他们在年轻演员在一起，还真的学到了一种很多的东西，就是那种自信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吧？
哎呀，说多了。没有没有，在片中您是他们3个的老师哈，所以他们会不会有点怕您？哎呀，我都忘了我还是老师了。什么人？他在演戏的时候，他在剧组天天说我是一个老师，我要怎么样，然后当时说你稍微怎么不，我是个老师。现在真的我是个老师了，主要是辞职有点早，辞职太早了。对，所以刚刚讲，其实吵架的时候，妮儿姐有点可怕的哈。跟2位学生讲讲跟妮姐合作的感受。你先，你说你来，你拿着麦呢，好，你先来。你先来说，我觉得思考啊，那我先替他说一会儿。对，就是很紧张，诚惶诚恐。你不光是我的老师，后来还是我的丈母娘，加上丈母娘还看过我的喜剧。就刚开始见到妮儿姐的时候，就是都是想象中，我觉得她在影视剧里那个形象应该是肯定是个非常认真严谨的人，结果就是没想到私下来就是哈哈哈这种的，哈哈哈，我也挺紧张，不知道是嘲笑我还是说真的是开心。但其实妮儿姐就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少女心的一个人，然后就觉得，但这个对于这个角色刚刚好。更加诚惶诚恐的是，我的老丈母娘是这个妮儿姐，我的岳父是战狼，我就觉得，你说我的岳父会武术，我的岳父太厉害了。然后，所以每次知道是金哥这个角色的时候，每次见到可乐的时候，有点这个对，就是不怒自威。我看着他可乐他很可爱，但是觉得带入金哥的话，就会，我现在都出汗了。金哥就是有这种气场，我觉得。有杀气，而且他这个比喻啊，直播直播呢，直播，反正就是金哥非常认真。就我第一次本来见金哥就很紧张，然后正好赶着我快杀青时金哥去的时候，本来大家说熟络一下的一个认识一下，结果在那个时候金哥就是带着那 ABCD 4种方案进来，看起来好像非常着急要说这个事情，就发现金哥非常的认真对于这个事情，完了跟妮儿姐就开始讨论起来了，我就在旁边旁听了一天。还有就是我这次很荣幸一块跟松韵演了感情戏，就是我职业生涯为数不多几乎没有的感情戏，就是修成正果，刚刚好，这个情绪也是对的，就是一直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对。我倒是没有那么紧张，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比较自来熟。然后跟妮儿姐合作呢，我是觉得，因为我就很羡慕你身上有一个东西叫钝感力，就是对钝感力就是指对很多东西就是没有那么的那个应该敏感，对，但是呢，你在演戏的时候又很敏感，就是我觉得你来回跳出跳进就很厉害，然后也真的很好玩，就你真的什么事情都想跟他讲，你也觉得他应该讲完他就会忘掉，他也记不住，对。然后我跟那个孙韵姐，然后我们2个一起的时候就会觉得很舒服，然后私底下也是就是玩玩闹闹那种，但是拍戏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对就是表演上这一方面都是非常认真的，然后我也会被带入的很认真，因为有的时候我这个人拍戏的时候比较迷糊，私底下感觉好像挺精明的，然后幸好有导演什么的帮我来把控。然后我跟金哥我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对吧？然后因为戏里面确实没遇到，就是我在的时候您已经嘎了是然后就没有遇到。然后我跟蒋龙我们2个也是基本上他也嘎了。他没嘎，但是我们2个在一块的时候，基本上都有松韵姐在，就是我们没有单独的戏，还有妮儿姐也在。我走。哎，你留下。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在这个组，我觉得我之前还跟导演说，我说拍电影真爽啊，感觉。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对。问问导演，这部电影可乐是占据很大的戏份哈，刚刚金哥也介绍您是很擅长拍动的，所以有没有什么诀窍给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用了几只狗狗啊，然后怎么训练它们？我们一共用了10只狗，大大小小，从北京带去5只，4只大的，1只小的。但是很有趣的就是这1只小的经过训练，到了那儿以后就因为疫情，全成都市静默14天，眼睁睁看着这个小的就长到不能拍的那个大小，就是半大不大。所以我们临时在成都又解决了1对3个月大小的，然后供我们拍摄。为了配合演员这个周期，我们又弄了1对3个月大小的，一共前后弄了2对4只。然后那只小奶狗也是在成都借来的。
哎，也是豪华的狗狗演员阵容。对对对，对，那松韵跟狗狗对手戏比较多哈，你能感觉到有这么多不同的狗狗吗？我没有感觉到实质。等一下，我先把上一个问题我再补充一下，因为他们都说了大家。我也要说说蒋龙还有小唐，因为我也看喜剧大赛，他们那届我是从头到尾看，那会儿就很喜欢他，然后知道他要一起来演戏，我也很开心。然后小唐我有看他比赛，就是有点像就傻乎乎的，就像姐说他啥都往外说，他根本不管不顾，特别真实，你就会觉得跟他在一起毫无压力，并且很轻松。他有一些我们会注意，比如说拍完注意我拍的美吗？都不好意思问他拍美点儿，完事儿给我 P 一下，做氛围，就是他什么都说，你会觉得好真实，好可爱。握手啊，握手。好了，我说完了，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男朋友和闺蜜各爱哪一个？都爱。你还没说导演呢。导演对，真的是。我只说演员去了，因为导演我看了他这个小说是一个很温暖的片子，然后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会写？见到他，因为之前都说你不用害怕导演是一个很 nice 的人，很绅士，也很尊重演员。然后见到他，我说哇塞，这么帅的吗？真的很绅士。然后就像妮儿姐说，他给了我们完全的空间，你们可以随意说你们的想法，然后他也不会因为这个是他自己写的，他就强制要求必须要怎么样。但是他知道他想要的，反正他先看你们有什么想法，最后他要他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能把亲情还有宠物写得这么温暖，这么打动人，一定是一个很善良和很美好的人。然后还有另一位主演可乐。可乐，我是跟就是中可乐最多。他叫平安，但我不认哈，我说他就叫可乐，中可乐。到后来前期可能还有一些训狗的方式，什么拿根肠啊逗一逗，但后期都不用了，就直接玩。他也认识我了，一到现场我就跟他玩拔河，就各种玩。他也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好的小伙伴了。这部电影也是有非常感人的一面哈，尤其妮姐跟松韵有大量的哭戏，然后非常的被那个表演打动。看了吗？看了。你有什么感觉？哭啊！妮姐分享一下吧，这种哭戏还有那种情绪非常需要深入挖掘情绪的戏，怎么能演得那么走心？这个其实有时候，我记得我跟那个什么，就是其实人生的告别，你不知道有很多很多的种。我前段时间也听到一个告别，是我真的是回头跟你们分享，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一种告别。但是我本来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有4个方案 ABCD 4个方案去人生的一个告别？还有其实就是说，比如说潘艳秋要跟她的丈夫，最终她要告别的时候，因为她的女儿是绝对不能理解的这件事情。可是这一点也是我跟我丈夫之间的一种东西，可能对于我女儿来讲，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是一个家庭，可是关系还是不同。夫妻和母女，包括父女，它又是另外的一层关系。所以这个戏呢，其实看似很普通的，我就说什么，因为人生都是最终你要跟很多人再见，对吧？我们就说小时候最小的上幼儿园就是找到一个好朋友，金歌里握手再见。可是我们是怎么就是说再见？因为再见这个后面有一个可乐，但是可能也有可悲，但是跟不好的东西再见也有可喜可贺。其实这种可是点的，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电影最终观众进来以后可什么，这个观众去填补我们这个点，这个是我们想在这个电影里面表达的。其实是剩下什么，你说他们觉得或者是难过也好，因为我
当时金哥说的那 A、B、C、D 那4种方案，最后的那个是完全没有想到的。本来我想最终的告别，我是一滴眼泪都不想掉的，作为我的一个想法，对吧？我是想，就是看他，我是想一个，包括我们那天，包括我们穿什么衣服，那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告别，我们讨论了很长很长时间，所以最终的一个东西，都是我们有意想不到的。其实就像人生，就像潘艳娇，或意想不到有一天，她的丈夫在很简单的一个滑雪中就会离开她，就人生都有意料之外的，所以这可能就是戏剧，可能是在意料之外的一些东西。但是就是还好，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因为演员，我们真正的就是能够跟大家一起完成了这个东西，是这样。因为我到现在我也没看过这个电影，我还不太清楚。我看过的话，我可能就会更知道。那综艺也讲讲吧，就是可能拍摄这种告别的戏，在表演上，对你来说难度是怎样？因为我是从，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分别，不管是说距离上的，还是说空间上的，我都是受不了的。但是因为我不避讳去讲这个，大家知道我的经历，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人生必经课题，你得去经历，虽然我们很不愿意。那其实我这个戏里，我的哭戏对于我来讲，是我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技巧，它释放了我很多的东西，演得非常好。金哥也说我爸爸，像您说的，可能以前演的很多是生龙活虎、打打杀杀那种啊，但是这次可能要躺在床上，然后家人来看你啊，或者怎样一种感受？其实每一部电影都在讲生死，无论是我们的这一部，还是我以前拍的那些，其实都是在讲面对生死，你怎么去看待生死。这部戏让我觉得，其实因为拍这个戏的时候，正好是我父亲病重，连夜赶回来，然后也是一些客观因素，那我也去检查，去住院，就睡在他的隔壁，生怕有一天忽然间成永别了。当然现在身体健康，现在恢复了很好，所以就是越来越怕失去身边的亲人。无论是家庭也好，夫妻也好，孩子也好，有缘能在一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本身两个人性格迥异的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它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都很独立，有独立的思想，不同的阅历，不同的人生经历，那在一起，这部电影，那你就会更会觉得，如果说忽然间你的亲人失去了，你没在意的时候，你失去的时候，你不是会有更多的遗憾吗？所以活在当下特别重要，但是不是说永远你就可以做到不吵架，那是圣人也不会，一定我们做不到那样，但是尽量的是去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自己的身边的人，他们发脾气，他们不高兴，他们高兴，他们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作为一个爸爸，作为一个丈夫，我应该是去怎么理解他们？他们需要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做到让大家有那种幸福感？而不只是表面上看的幸福。这个是我们这是所有人可能要探讨的一个话题。但是作为李博宇这个角色，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守护，紧紧的守护身边的人，生怕他们有一天从自己的手里去失去，带着这份爱去跟他们去相处，一切都是 OK 的。你只要是说把他们当成手心里的宝，珍惜每一个当下，那你就是幸福的。我觉得李博宇就是这样的每一个人。对，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先发生了意外，那也就是说，在一个爸爸如果发生了意外之后，你有没有做好发生意外之后你的家庭要承受那些意外之后的那些挫折和困难，让我们提前做好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面对困难的准备，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心灵上的还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些也都要去想，让自己的家庭的这份爱长长久久的埋在自己的心里，可能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故事要就表达的一个东西。在金条这个是大泪点，和刚刚妮姐说是你想出来的，可是有什么启发吗？很多网友看了之后都说，哎，我将来也要给我闺女这么攒。千金嘛，千金出嫁就是值千金，千金出嫁就希望她能在娘家的时候呢，说话呢是能够被重视的，是不被轻视的。希望有她的无论精神上的强大支持和物质上的强大后盾。嫁女儿可能就得是这样吧。而且我想，可能我们跟妮儿聊的时候也会说，哎，你年轻的时候，你特希望家里帮你准备什么？然后呢，因为我家也2个全是小的，一些生活上的储备要是都想能够帮他们准备好，但是更多的是我对于这个男孩来讲，就是觉得能力储备更重要。所以那刻大家可能都知道，我说希望能够在我的2个孩子在25岁之前，把那个武术、散打、骑马、射击、滑雪、足球、跳伞、那个飞行啊这些东西，潜水、游泳都储备好，把这种储备好的能力，然后再把跟他们讲一些道理，让他们能够有能力和有智慧去面临今后可能会面临的挫败、困难和一切的这个打击你的这些东西，要有能力去撑起来。所以要说到李博宇这块，我觉得李博宇其实也是一个内心其实是很强大的一个男人，表面上其实挺好的哈，表面上是个很温柔哈，但是就是无论这个男人他表面上是什么样的，他只要有那份责任感，对这个家庭，爱护，我觉得他这个男人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对，好奇在这问你姐姐，刚金哥讲了他给儿子准备那么多未来的储备，您也有女儿，就是您在片中饰演妈妈，就会觉得，哎，妈妈应该给女儿将来出嫁做什么准备吗？哎呀，这咋还没想过呀？所以我才问的他呀。这个真的是没。后来他说的这个点呢，我还是回味了一下。后来结果其实是有时就演着演着就觉得慢慢就找到了哈。因为他当时说这个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一下子就觉得这个是特别的那个什么哈。哎，但是其实这个耐琢磨。那我现在想想，我女儿出嫁，我咋没想过这个问题？反正我是没有给她准备过什么。但是我越想起这个千金是特别对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过去我们老话说你要找一个老公，你将来哈，过去就说这个女孩幸福不幸福是找一个好的丈夫哈。当然这是最幸运的事情，但人生总是有一些，那像我这个潘艳秋也有她失去丈夫的那一刻。为什么就是说千金就是她要有她的定力，他要有他的，就是那你说他们夫妻之间，他真正结婚了，那肯定会有矛盾，会有什么的，对吧？那这个男的做主的情况下，这个我女儿有一天她能自己做主，她能自己做自己的主，这个也是这个千金这个千金这个一个分量嘛，就是说你在你丈夫中的分量，还有你在这个家庭中的分量，然后你自己要有你自己心中的一个自主的一个分量。我觉得这个是不代表那个金子有什么，也代表是我们对他一种可能是思想上的一个希望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是这样的。
就慢慢体会到这个金子挺对。开始他说这个，咱不是还也提出了疑义吗？啊，是这样的。算了半天。最高兴的是蒋龙，你知道吗？啊，终于都是我的了。非常好的创意，以后可能很多观众哈，将来也都这么打算。宋轶和蒋龙在片中举行了非常甜蜜的婚礼，然后从学生时代一直到最后，也走得很不容易。宋轶也聊聊这段感情吧，你们两个从叛逆到成熟，然后以及拍婚礼戏感觉怎么样？来，你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其实我们俩在片中展现的大多数都不是甜蜜的部分哈，都是比如说初相识两个，一个少男少女遇到了以后还不是甜，是因为李岩他比较外冷内热，他接触的人也不多，但是他就是看上怀君了啊，恰巧又碰见了。其实李岩有不知所措和害羞，但是他没有表现出女孩子的那种害羞，而是还是有那种防备心理。我想要传达告诉你怎么样滑滑板不会摔，但是我还要很酷，然后就走了。后来跟妈妈吵完架以后，因为他除了小唐除了梦离就只有这一个朋友了，他就去直接找他。首先在建立信任上两个人就特别好，反而弄得怀君很不知所措啊！你要住我家吗？那睡这个屋还是那个屋？然后陪他一起去经历这一段李岩很难受的时间，从触碰到那首音乐，和到后来慢慢能接受另一首音乐，就是两个人这个东西吧，还挺虐的，因为正好是在这个时间，李岩的这个时期，后来他妈妈因为觉得说为了女儿的幸福，可能你现在还给不了李岩很好的未来家庭，那你需要去做什么，全给他交代完了以后，他就去参军了。回来以后我们俩又重逢就好了。李岩也就觉得就他了。对，就是刚开始的，对，这两个人的感情特别就像小叔说的，女孩都比男孩懂事的早一点嘛。这个男孩就是稍微比他青涩一些，而且在也都处于一个人生最要转折的那个时间，上高考之前那个要坚定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李岩在他的生活里出现的也是让怀君坚定了自己想做什么，但甚至有一些害怕，其实那个害怕是有点没想好，就是因为不够懂事啊，再加上潘老师的出现，抛给我了灵魂3问题，然后让我就知难而退，离开了这个，相当于跟他李岩也是说再见过，告别过，但是更好的事情是他又回来过了，就是正好怀君呢也是和李岩都是一个比较长情的人，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帮他弥补了一些关于告别和再见的一个遗憾，觉得有人能够一直陪伴他的身边，当然这个最后的重逢也是又来源于当初制造他告别的这个潘老师。好，那我们就去片中。所以怎么看着我们两个人这个爸妈，这个潘延秋跟李伯宇啊？我觉得像爸爸这个李伯宇哈，是我很喜欢的一种相处方式，就是两人像朋友像哥们儿一样的去相处，没有代沟，我有什么愿望我都可以告诉他，但这事儿不能跟妈妈说，妈妈会阻止你啊。做孩子就是不希望我一说个什么小要求小想法，你说不行，影响你学习，这不行那不行，他一定就不会再敢告诉你，不会再敢跟你沟通。但是像爸爸这个角色，李岩就是特别愿意什么都跟爸爸说，因为他知道爸爸宠他呀。那其实他们两个人像比如妈妈不让爸爸喝可乐，爸爸想喝，那这个事情就靠女儿来做，我就偷摸给他喝，这就是两个人之间有一种我们是一伙儿的感觉。那像妈妈呢，就是很多家庭妈妈都会处于这样的一个角色，她不是一个善于跟你去做朋友做姐妹的人，她就是站在一个长辈的角度去做她认为为你好的事情，所以这样也会带来一些母女之间的隔阂，针锋相对。一个严母慈父哈，比较典型的。好的，那小唐也讲一讲吧，因为梦离，很多网友会觉得哇，是一个闺
闺蜜好棒，就好想跟她出去压马路那种感觉，就是你又有飒爽的一面，又有很贴心、很温暖，然后很甜美的一面。你现实中会渴望这样的闺蜜情吗？其实我现实中有这样的闺蜜情，所以我就觉得还好，没那么渴望。那你自己性格感觉也是比较历练的那种哈，所以未来可能会更多想挑战不一样性格的角色。所以这次大家看到你加油那种很花痴的。想啊，希望各位导演可以来电影院看《再见李可乐》，看看我。好的，这位邀请发给了更多导演啊。那我们接下来再利用点时间跟大家玩点互动吧，就是因为这部电影当中很多就可乐非常的懂人哈，就是知道大家想要干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读解一下小狗的内心活动，就小狗读心术，然后给大家看几张表情包，然后大家来狗来了吗？表情包表情包来了，然后我们狗来了。我们今天5位主演啊，那我们就5个表情包吧，然后我们轮流模仿一下。我们先从苏韵开始。这个我老用这个表情包。我们需要给镜头展示一下吗？来，你拿着这个啊，同框一下。这是啥呀？这个是他在雨中。用帮你下点雨吧，无实物吧。你帮我配 OS。好，我们现在就同框表演一下。手机可以翻过来。对。他的 OS 就是我很好，不用担心我。大家可以自由点评。完了，黑图出去了，我美了。好的，那下一个妈妈来。我也是一个表情吗？换一个，还换一个表情。刘姐看了半天，完了我正要练呢，练半天没让她用。换了。来，我们再同框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行，这行。啊，这个是有眼神有戏。这个就是这个先给镜头看一眼。好，这个先5秒钟4个层次。呀，那我咋演？这个要求太高了，我感觉这个不太好演，我感觉他2个眼睛都不一样。挑战一下您的眼睛，我好可以的。你这是走夜路多了。因为我跟你说，我2个眼睛不能2个眼睛不能分开，那只能把嘴给分开。这是真的吗？真的。真狗，但眼睛是假的吧？眼睛是做的吧？他竟然就这样。他2个眼神散发着不一样的光。我们下一个请金哥啊。请金哥，我看看金哥的是大家可以啥？猜猜狗狗的内心在说什么。好可爱啊，这个，好可爱。准备哦。不听，你这1秒钟上身，你这简直了。配个话，不听。一毛一样。不听，眼睛。这咱对白吧？那我们下一个男朋友来啊，最近。哎呀，怎么这么可爱？这个应该很多人用过。这很像啊。这谁？这像。谁？这个这个你不觉得跟他很像吗？我被蜜蜂蛰过。哎呦，是有点像。哎呀，你看他嘴唇还在抖。没有，他的这个是这样上去的。这个文字，那我还得把这儿弄起来。听过。这个文字应该是什么？这个文字是什么？好可爱吗？可以。该倒了。没有，该小唐了。小唐，我们不想为难导演。导演不参与这一趴。对，我这个不。你看，还是那表情。不听。这应该导演。我看这个什么表情？2哈。这跟你好像啊！这跟我像。这你本人，你看这表情就够用。这跟我好像啊！也不知道你们夸我损我呢。你要出声？不用，不出声。还要出声呢。那自己配个文字吧，这表情包是什么意思？说你呢，别来打我，这个别来沾边。好，那我们下一个是四川话挑战啊，因为刚刚金刚说你们在成都拍摄非常的愉快，然后我们这里也有四川的演员哈。挑战。对，然后我们猜一下这个，感觉会有点难哦，给镜头展示一下。这是什么？4个字啊。完了，我觉得这里只能靠你了。我有点不知道了。
黑漆吗？他说对了，我不知道，我随便乱说的。真是经过四川话这么好吗？黑漆吗？对，是的，黑漆麻空，黑区马空，黑漆麻空哦，黑区马空，其他人知道吗？好像不知道。黑漆麻糊的意思吗？对，就是黑不拉几。一张图代表一个发声，一个字儿，哦一个字儿。好，那我们黑不拉几下张图，黑区马空。右滑就可以。对，这好右滑你强项。对，给大家看一眼。你们来弄，然后我翻译成四川话。这是真心不真，不真不行，不真不心。这是什么呀？水果啊，碎果，睡果。这我一般猜啥都猜不出来。真其实心蒋龙那个思路很对的。不真不心，对，啊然后呢，不真不心，不是四个字儿的。不真不心，翻译一下，不真是什么？假，嗯，就假就假就你这脑子老跟我差不多。假就假老练，对，假老年。你可以噻。哦，这个就是连线，假老年，假老哎呦，我年天哪，这可以。这可以。哇，我还以为就是假聪明，假聪明啊，对虚伪。虚伪，假老虚年。伪，好，我们再往右滑一下。这是啥子？这个吗？是这个吗？对，这是啥子？我也不是四川人，这里你应该比我懂。这个，这个哎，你看，让他看。这个是仙人掌，仙人掌，对，仙人掌。人掌，妇女，看，应该是这个动作。拍掌，鼓掌，鼓掌。巴巴掌对，巴巴掌。哦，是吗？对，哇塞，你好厉害呀！我这要是猜错了，我就巴巴掌。巴巴掌，就是对。大家是不是要去成都拍巴巴掌，拍巴巴掌，巴掌，巴巴掌。哎呦我天！学一个明天路演时候能用上。有什么？狄龙刀怪，狄龙刀怪，啊哈哈哈！狄龙刀怪，导演狄龙可以刀可以怪。可以，这是四川女婿合格。狄龙刀怪是什么意思？我哪知道？走到头，走到头拐弯，拐弯儿。哦。狄龙就是走到头。但是我们剧组这个全员四川话水平都已经非常高了。狄龙刀怪，狄龙刀怪。然后对，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你们接下来还有宣传的安排，所以我们就尽快啊，每人一句话再安利一下这部电影吧。导演先来吧。导演先来。要什么话？一句话安利一下电影。希望大家喜欢这部电影。好，非常朴实。所以，哎呀，我想想。很幸运能够和这么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一起合作。李可乐，不再见。接着我爸说啊，再见，除了拜拜，还有再一次见到。愿你想见的人都会见到。12月1号来电影院看我们的《再见，李可乐》啊！你想见的人，他想见你吗？救命啊！对啊，那个12月1号，那我们就电影院见吧。好的。那你不想见的人想见你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跟他勇敢说再见，说12月1号来看《再见李可乐》。希望你想见的人也想见你，来电影院看《再见李可乐》。咱们这个圆上了哈，谢谢各位主创的参与，也谢谢所有的微博网友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大家电影院见。